在民间，7月被称为鬼月，但是在佛教中的7月是孝亲报恩、祈福修善的吉祥月、报恩月、孝亲月。从古到今，每逢农历7月15，寺院将起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。农历的7月30是地藏王菩萨圣诞。地藏王菩萨过去世曾为婆罗门女及光目女，以供养三宝的功德，使生前作恶的母亲得以超拔恶趣，因此他发愿要度脱一切众生悉皆成佛，自己乃成正觉。所以7月也称地藏月。7月是吉祥月。7在中国的数字当中是一个奇数，七巧、七星、七彩、七律。在佛教里则有禅七、净七乃至以7749表示无限的意思。7是一个变化无穷、蕴含无尽的数字。然而长久以来，中国的7月一直被认为是鬼月，是不吉祥的月份，把7月认为是一个诸事不宜的月份。民间的7月仿佛鬼影幢幢。其实在佛教里，7月15日佛欢喜日。所谓佛欢喜日，源自于佛世时的印度，每逢夏天雨季来临，所有僧侣皆不外出托钵，只在山中林间打坐经行，专心修持，此称为结夏安居。经过3个月的时间，到了7月15日这天，也就是安居结束之日，所有僧众把自己的修行体悟向佛陀报告，等待佛陀的认可，这一天就叫做僧字自日，又称佛欢喜日。从古到今，每逢7月，一般寺庙大都会起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，而信徒则为供僧祭祖而大行布施功德，所以7月乃是僧信、孝亲报恩、祈福修善的吉祥月。7月是报恩月。一个人心中有多少恩，就有多少福，这就是微妙的地方。报恩，佛经里面是非常重视的，要报4种恩。第一，父母恩。父母对我们的恩大如须弥山，佛教里面父母恩难报经以及很多经典都有讲到。其中佛在42章经言，凡是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亲，二亲最上之神也。就是说人们去拜天、拜地、拜鬼神灵不灵呢？不如去孝顺自己的父母。孝顺自己的父母比拜天、拜地、拜鬼神还要灵。我们人有很多的苦难从哪里来的呢？就从不孝来的。所以要孝养父母，以报亲恩。第二，三宝恩。佛法僧三宝或者叫师长的恩。佛是我们的老师，三宝是我们的老师。没有三宝，我们就会生活在精神的黑夜。当我们心中装着佛，装着慈悲的时候，心就在明，遗忘了心中就暗。老师给我们知识，给我们技能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精神，在我们生命中有大恩。佛说，一个人的成就，老师决定了他的全部。所以人只要活在世上，不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都必须要有老师去指导我们走完人生的路，不断的进步。所以我们大家发菩提心，以报答三宝和师长的教育恩。第三，国土恩。国家为我们的生活、学习提供了各种社会资源，有了国家的庇护，我们才能生活在这个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中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很操劳，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国土日夜坚守，我们的政府机关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。所以爱国是每一个人的本分，我们要报答国家对我们的大恩。第四，众生恩。我们特别要体会众生恩。我们穿的衣服不是自己织的布，也不是自己种的棉花，全部都要依靠众生。我在万佛寺的时候，分给我小小一间房子，我住在里面心生感恩。因为这个房子我没有花1分钱，没有去搬一块砖，我直接就住进去了，这都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恩。所以我心中感受到恩，就觉得好幸福，我就会觉得应该要去做点什么回报他们。如果把生命比成一棵大树，那我们就是这棵大树上的花果了。天地国家是大根，父母祖宗是主根，老师上司是中根，家人朋友是细根，一切成就帮助我们于无形的众生则是虚根。那些因为他的介入而改变了我们生命的关键人物更是根。根就是恩，恩就是根，大根就是大恩，大恩就是大根，忘恩就是忘本，报恩就是报根。所以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和成就，可以通过观察他报恩的成分来预知，就如观察植物的土和根来预知花果。一个心中装满恩的人，他本身就很幸福；一个心中装满恩的人，他本身就有福气。所以我们透过报恩来增长我们的福气，透过报恩来增长我们的幸福感，
透过报恩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美好，透过报恩来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的和谐。人的一生就那么几十年，若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救度众生的工作中去，那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很多意义。这个需要我们用生命来体验。当我们发出纯净的心念，我们自己会感觉很美好，自己会感觉很幸福。所以报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报恩是我们跟源头加强连接的一种方式，报恩改变命运。7月是孝亲月，农历7月15日在佛教中是一个重大节日，佛教寺庙总要举行盂兰盆会。据《盂兰盆经》载，目犍连常于此日供养十方众生，以此广大功德，就拔其母脱离恶鬼道。后世遂有于佛欢喜之日，以饭食等供养十方众生之举，其功德广大，令妻室父母等皆得解脱。盂兰盆经中讲，有一次目犍连尊者在7月间结下安居打坐时，突然想起生身的母亲，因为母亲在世间时贪嗔痴具足，他非常担心，不知道母亲往生后到底会落在何处。于是尊者进入定中，看到恶鬼道中的众生都是圆又大的肚子，细又长的脖子，干如柴枝般的手脚，每个都在哀嚎，饥饿难耐，令人惨不忍睹。当他看得十分不忍时，忽然看到日日夜夜思念的人，他的母亲也正在饱受饥饿的煎熬。目犍连尊者看了，内心非常痛苦。他在佛陀的弟子中号称神通第一，于是立刻运用神通，变出一钵饭一壶水，恭恭敬敬地送到母亲面前。母亲十分欢喜，她忍着颤抖和痛楚，将食物拿到嘴边，可是饭与水才一到嘴边，她的口中就吐出一团大火，瞬息间水干了，饭也变成了焦炭。目犍连尊者看到了这种情景，非常痛心，也觉得万分无奈。尽管他的神通广大，但是母亲的业障让他无能为力，因此带着万分的失望，从定中醒来，立即去请求佛陀给他力量，教他如何救度自己的母亲。他的一番孝心令佛陀感动。佛陀说，要救你的母亲，光凭你的神通是不够的，因为你的母亲业障太重，必须靠许多有修行且已正果的僧众，在7月15日当天，将清净的福业累积在一起，用心力一起回向来帮助他，唯有这股力量才能转他的业。于是目犍连尊者在7月15日那天，用最虔诚的心来供养僧宝，之后大家的心力凝聚在一起，同心为他母亲祝福。因为每个人平时勤于修行，福德具足，这股福慧欢喜凝聚的加持力量确实非常大。就在当天晚上初夜时分，尊者于定中见到母亲脱离恶鬼的升天道，于出定后赶快去向佛陀礼谢，也向所有的比丘顶礼。